在整个乐高科技组 Mark 圈子里，每年新出的1:8全功能旗舰级超跑，基本上掰着手指都能算得过来。今天给大家评测的这款零件数接近4700片的布加迪黑夜之声，也是最近几个月受关注程度比较高的一款套装，来自雨星魔王，套装编号13163。不但是全功能设计，而且还有57厘米的旗舰级尺寸，关键还是一款搭载了8枚电机的动态版作品。在此之前，类似定位的作品还有法拉利488、科尼赛格 Regera 以及迈凯伦 P1 等封神套装。这款1:8的布加迪黑夜之声原型车在全球只有一辆，车长4.27米，搭载一台8.0升的 W16 4涡轮增压发动机，100公里加速2.4秒，据说价值达到了3亿人民币。而雨星还原出来的电控功能包括底盘升降、行驶以及发动机联动、转向以及方向盘联动、左右车门同步开合或者单独开合。此外还有手动功能，包括前盖开合、引擎盖开合、天窗开合、座椅前后调节、车门开合模式切换以及车尾扰流板升降。所以一共是6组电控、6组手动，共12组联动功能，再加上近4700片的巨量零件数，一主控8电机的配置，使得最终的成品重量达到了3.33公斤，同时也必然是一款内部结构极其密集的设计作品。所以下面我们就一边听搭，一边看一下这款作品的内部设计。电控车门开合联动，可滑动的20支齿轮负责开门模式的切换。前后悬架之间使用很长的十字轴模块连接，因此实现4驱行驶。前悬架也设计了差速器，3枚16支齿轮用于发动机联动。这里是转向联动结构。后孔壁充当拨杆，通过控制20支齿轮的前后位置切换车门开合模式。车门开合联动最终是通过一枚小推杆实现。前悬架升降的传动路径比较长，同时使用了2枚涡杆，最终通过支撑臂模块的旋转带来悬架升降的联动效果，总齿轮比480:1。转向和方向盘联动。这里是前悬架升降的后续联动结构，2枚 XL 电机的动力在这枚20支齿轮上汇合，为车辆提供行驶动力。座椅前后调节，左右两侧各一枚 M 电机为前悬架升降提供动力。在测试中可以发现，这里的联动结构存在风险。另外还有2枚 M 电机为后悬架升降提供动力。后悬架摆臂以及中间的传动结构，后悬架升降同样使用了2枚涡杆。尾翼扰流板升降通过8齿齿轮驱动齿条零件的上下移动实现。再往后基本上就是外观搭建了，过程中我们也可以适当做一些测试。这款黑夜之声的拼搭一共用了大概20多个小时。从整体来看，由于采用了全后加工工艺的科技面板，这款黑夜之声也因此呈现出非常特别的气质。整个外观面看上去是这种光滑的、油亮的感觉。在外观造型比例方面，设计师比较好的还原了原型车车头比较尖锐的角度特征，包括前脸中间以及两侧的进气格栅、下面的扰流板、上方两侧的车灯等细节也都做了搭建。两侧车灯采用了透明砖块零件进行搭建。前轮眉并没有采用轮眉零件，而是使用了软轴对线条进行了勾勒。下方的车轮轮毂部分采用了单独开模的电镀零件。再往后走，两侧的车门以及车门后方的轻微的弧面也都做了搭建。靠下位置的侧裙则是采用了砖块零件。后方的引擎盖外观一体化程度比较高，同时也可以看到这里的发动机。来到车尾，可以看到设计师使用了红色软轴零件勾勒出了贯穿式尾灯，而下方的6个排气管也是非常的显眼。内饰整体采用浅棕色零件，并搭配少量金属质感的电镀件作为点缀。除了座椅以外，还可以看到方向盘后面的换挡拨片、下方的油门、刹车踏板以及中间的扶手箱。牢固度方面，虽然车子的重量达到了3.33公斤，但是整个车体骨架的牢固度还是可以的。像这样从前后抱起来，中间并不会塌下去。如果要从两侧抱起来的话，靠下位置采用砖块零件的侧裙模块会比较容易脱落。大部分表面科技面板设计师都做到了多点固定，少部分采用砖块零件的外观模块，相对于采用科技面板的地方会更容易脱落。
在接下来的功能测试环节，这辆黑夜之声表现出了比较多的问题，其中大部分问题的核心原因都是因为悬架的支撑性不足以支撑这辆可以说是超重型的1:8超跑。首先，悬架回弹基本上没有回弹的效果。悬架电控升降在操控中也非常容易发生滑齿的问题，如果不做大的改动，悬架升降基本是实现不了的。另外，由于底盘下面有几个地方突出了一个单位出来，加上悬架支撑性不够，所以底盘很容易蹭地，也因此导致行驶也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在车门开合相关结构中，有一处结构固定也不够，可能会导致十字轴脱落，进而可能导致车门开合功能失效。除了上面这些，其他功能测试下来基本都是正常的。再说拼搭体验，虽然厂家提供了非常多的后加工零件，同时在拼搭手册里也提供了相关的图示介绍，但是涉及到这类零件的找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避免用错。另外，部分使用了后加工工艺的砖块类零件存在偏松的问题。整体上，这款车子的测试情况就是上面这样。最后看一下包装，彩盒仍然是与星魔王的一贯设计风格，黑色的底色加上成品的渲染图，左上角标注了套装编号、年龄定位以及零件数等信息，右上角显示了这款作品的旗舰款套装级别。背面则是通过图示对非常丰富的功能玩法进行了介绍。打开彩盒可以看到内部也是非常的紧凑。4688片零件一共被分成了25个零件分包，10个大步骤。另外还有3个动力组件包，包括一套6通道蓝牙主控、1枚4伏电机、2枚 XL 电机、1枚 L 电机、4枚 M 电机以及2根延长线。拼搭手册装在透明袋子里，厚度大概有1厘米出头。拼搭部分一共包括935步，平均每步5个零件，还是比较细的。另外有一张用来做电机标号的贴纸。好啦，那本期评测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见，拜拜。